百变小厨房，不负好时光。大家好，这里是百变小厨房。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手机二维码的出现，现在我们出行旅游、回家，或者是上街买菜、买衣服、逛超市等等，所有能用到钱的地方，我们现在都是只需要带一个手机就搞定了，非常的方便快捷。但是在方便快捷的同时呢，手机支付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困扰和一些潜在的危机。像我们买完东西的时候，微信付款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扫你，一种是你扫我。那么你知道我扫你和你扫我有什么区别吗？到底哪一种支付方式最安全呢？今天呢，就来给大家一一说明，告诉大家我扫你和你扫我的区别和它的利弊所在。手机扫描二维码这一项功能使用的是以 QR 码作为编码的码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一个矩形空间内，通过黑白像素在矩阵中的不同分布来进行编码的。我们平时看到的二维码就像这个样子，看起来每一个二维码都差不多，其实并不是的。有时候我们在扫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是安全的，一定要小心藏毒的二维码。因为随着二维码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它的门槛其实很低，普通网友在网上搜索下载一款二维码生成器，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作二维码啦。因此二维码虽然扫起来简单方便，但是扫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说了这么多题外话，现在回到主题来说说我们付款的时候扫二维码，到底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更加安全呢？先来给大家讲一讲我扫你。我们打开自己的手机微信，点击扫一扫，我们就可以看到手机上会出现一个自动识别扫描二维码的这个界面。因为我这里什么也没扫，就给大家做个示范，因此呢，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观察到上面有一束这种绿色的光影，从上往下的在进行扫描。当我们买完东西，不管是去菜市场还是超市或者其他的商场，买完东西之后，我们对准商家的二维码就可以进行扫描付款了，然后再输入我们需要付款的金额，以及输入我们的密码，就可以把钱付给商家了。就是因为特别的简单方便，因此这个功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呢。其实像这种的二维码扫描呢，不仅是我们的微信，像手机 QQ 上面，还有我们的支付宝都可以使用这项功能哦。虽然这种功能非常的简单方便，在这里呢也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随着方便的出现，骗子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许多的骗子就利用了扫二码付款的这个漏洞，把自己的二维码贴在商家的二维码上面。当我们付款的时候，如果直接去扫这个二维码，那么我们付的款项就直接付到骗子的手机上面了。因此不管是我们在买完东西或消费完之后去扫描商家的二维码的时候，一定要先确认一下，问问商家这个二维码是不是你的付款二维码呢？如果商家说是，我们再进行支付，不然的话，我们把钱付给骗子的话，那么就要导致二次付款。因此我们在付款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说完我扫你，那么现在来说说你扫我。不管是我扫你还是你扫我，都涉及到一个打开手机，然后再像视频中一样点击一下，找到收付款，点击收付款，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收付款码给展现出来了。商家只需要通过他们的扫码枪对准我们的收付款码进行扫描，就可以直接将我们手机上或者是银行卡上面的钱给划走啦。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是一个扫码盒子，只要我们把收付款码找出来之后，对准扫码盒，这样我们手机上的钱也会被自动划走。
这个和我们主动扫款的区别就是商家输入金额将我们的钱划走，而我们扫它是我们输入需要付款的金额把我们的钱扫走。因此呢，它这里占了一个输入金额的主动权。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当商家进行扫描扣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认一下商家所输入的金额对不对，以防商家多输入或者是少输入，输错金额，导致双方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损失。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向商家出示付款码的时候，我们也要在微信里面进行一下设置。如果我们不设置密码或者是指纹的话，那么当商家扫描我们的付款二维码的时候，那么我们手机上的钱就会被自动划走。但是当我们输入了密码或者是指纹解锁，那么商家划走金额的时候，还需要我们输入密码，经过我们自己确认之后，金额才能被划走。这样呢，我们手机上的钱就安全得多了。手机给我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隐患。比如我们手机随身携带，一不小心弄丢了，那么很有可能手机上的钱就被捡到手机的人给划走了。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最简单的方式就要把手机上面设一个锁和密码，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手机就算是不小心弄丢了，它也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在付款的时候，到底是我扫你还是你扫我更加的安全，以及它们的一些区别。相比之下，其实支付安全都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警惕心一定要提高。年轻人还好，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几个点哦。只有我们自己提高警惕性之后，才可以享受到手机给我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可以保证我们手机上的财产不受到任何的损失。那么您学会了吗？那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感谢你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